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1月2号，比特币价格已经突破了 35K， 相信 25K 开始建议朋友们上来你要一路买，特别是有100倍做多的朋友，我相信目前利润应该超过20倍哦。不然今天视频再来讨论一下，为什么 35K 了还是觉得比特币不一定会回撤哦？那有没有更高的上涨目标？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，等一下再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一个月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图表，也就是形态学的理论，你如果有学得非常的深入，应该都知道，形态学它如果在比特币要涨的位置，往往价格都是在接近形态的低点的位置，或者是形态的2/3低点的位置。那这一次 25K 有买入的，或者是上一次 Discord 社群再跟朋友们讲 26K 附近也是可以继续高倍做多，群里面是有免费通知所有的朋友，所以到现在利润这几天也是再给大家坚定的信心，不要去管比特币不一定会回撤，现在都已经来到 35K， 还是希望朋友们利润一定要抱住。因为我们来回顾一下，一个月之前不是有跟大家提到嘛，比特币整波熊市当时在这个位置 48K 的高点，也是因为形态学的理论，往往下跌起点的位置，在形态学里面它不一定会在很低的位置开始起跌，它往往都是在形态学相对接近高点的位置，甚至这种挖坑就是这种比如 48K 的位置，它有一个假突破，然后真正开始起跌，甚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边也是有一个上涨回撤的高位，大约也是接近这个箱体2/3的位置，2/3高点的位置，后面开始启动往下蹦。包括当时这里面的形态，我记得是在这个区间，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 ABC 或者是 ABC 或者是 ABC， 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，是不是 ABC 就是偏袒型整理的结构，或者是有一个挖坑的位置，最终起跌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哦，这边大约是在 33K 附近，这个箱体的高点大约是在 48K， 48减33，你去计算一下，它的空间是接近 15K， 所以从 33K 开始减掉 15K， 大约的空间理论的下跌目标有可能就是在 18K。所以2022年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开始计划，朋友们 20K 下去你要分批买入比特币，或者是疯狂的在底部的位置，也是天天跟朋友们建议要做多比特币哦。不过后面有几笔高倍的多单也是爆仓，还有一笔是最终做多在这个位置。昨天也是跟朋友们讲，我1年多了，资金费率一直没有担心过，要看个人长线仓位的控管啊。1年多下来，资金费率主仓保证金交了多少，它最多有可能也就再交一个100%的保证金。到现在有可能时间不会很长，再涨1年，明年马上就要减8，再交1年的保证金，你后面的利润会大大的高于1年交下来的保证金。所以行情走到现在，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形态是非常的像啊，也是因为箱体整理相对比较低点的位置往上突破，后面在这边有2次压回，都是非常重要，很接近这个箱体2/3的一个低点的位置开始启动往上突破。那这个突破理论的上涨空间 32K 到这个位置 25K 7000美金， 32K 你加上7的话，差不多我的观点是应该理论的空间应该要去 39K 附近啊，也是这个位置啊，它是非常接近这个箱体一半的位置，大约空间也是在 39K 附近。所以我的观点应该短线整理会不会继续上，还是说它这个位置天天有朋友担心比特币会压回，但是就至少目前来看，利润爆出来总是对的，有一些平仓的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上车。所以我的观点也是一路跟朋友们讲，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，这个低点或者这个低点，这个低点包括这个位置，如果你是短线获利了结都可以，因为我有一笔 28K 的多单早就已经获利了结，但是长线的单子我的观点是你尽量给我报成长线，理论的空间不排除会去 39K，
那有没有更高的高点？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还有一个更高的高点，我的观点是在减半之前，它应该要挑战这个 48K， 也就是这个箱体有2个压力位，一个是一半的位置 39K， 还有一个就是高点的位置是在 48K， 我的观点是产量减半之前应该是要挑战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的周线，也是网络上很出名的这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哦。因为比特币在2022年1到2月份的这个区间，它是有一个左肩，后面是一路崩盘下来，估计就是有主力刻意制造一些危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量的，基本上这些区间的量已经全部被主力给接走，行情走到现在，包括这个区间的量也是全部被主力给接走。现在能这样子突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价格现在的位置啊。它是把2021年5到7月份这个整理的区间都已经全部突破，后面它价格是涨了1倍，所以价格已经来到这个空间。我个人观点是，上面还有一些零星的套牢盘，不会很多，能在这个位置买入的散户，估计这种下跌都已经被吓得早就可能逃之夭夭了。所以我的观点，上涨肯定还有空间，不排除短线会不会短暂的震荡，或者是继续往上挑战。更大的一个目标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，这个大头肩底，你如果画一个垂直的颈线，就是这个突破的位置，它应该是要去历史新高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的短线、日线的图表。有朋友是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回撤，这几天是天天跟朋友们讲，不一定会压回，它有可能会突破 35K。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 KD 指标，它是一直维持在这个80上方，就像今年1月份，当时也是跟朋友们讲，底部买入的筹码一定要爆，特别是你多单的仓位一定要爆。它是在80上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80上方后面是怎么涨的。就算它有死叉，比特币价格也是会涨，死叉价格也是会涨，或者是再死叉价格也是会继续涨。或者是这个位置它后面破了80，它最多就只有一个中线的回撤，也是在这个区间，后面价格也是会继续涨。或者是比特币遇到硅谷银行的黑天鹅事件，后面最终价格也是继续涨或者继续涨。所以现在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一直维持在80上方，担心有回撤的朋友，你去留意一下什么时候它破80，有可能比特币是不是在某一个高点的位置，会不会有一个中线的压回。我的观点是，这个位置就算有死叉也不用去管，死叉不一定跌得下去，因为它还是在这个80上方，有可能是不是整理，不排除会继续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，这一个5天的均线啊，记得是在这个区间，有跟朋友们提过一个观点，比特币主力是在走干式，它不会往下掉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几天了，10几20天了，有哪一天它的收盘价是破了这个5天的均线？所以目前还是非常的强势啊，包括4个小时的狮头线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有哪一天测试过这个60的 EMA。所以在没有测试这个60 EMA 之前，就算它有测试或者是1次2次，比特币有可能价格还是会继续往上涨啊。等到3次4次的时候，我们要留意它有没有可能会有中线的调整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